第3章，意外的茶馆与变脸魔法。在张婆婆家住了几天后，微微已经习惯了被清晨的鸟鸣唤醒。这天午饭后，她决定扩大探索范围，去市中心一个有名的公园看看。她自信地带上地图和手机，再次走进了成都如迷宫般的街巷。起初，她按照地图走得很顺利，但当她为了看一家有趣的工艺品店而拐进一条小街后，就再也找不到地图上对应的路口了。她试着用手机导航，偏偏这时手机电量告急，屏幕闪烁了几下就自动关了机。四周是陌生的老房子，她彻底迷路了。就在她有些焦急地站在路边时，一阵悠扬的音乐和淡淡的茶香随风飘来。她循着香味走去，在一个不起眼的拐角，发现了一家客人很多的茶馆。古朴的木门上挂着一块牌匾，写着悦来茶馆。想着可以进去问问路，顺便给手机充充电，微微走了进去。一位热情的服务员迎上来，一位吗？里面请。微微在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立刻问道：您好，请问这里有充电的地方吗？我手机没电了。有嘞，墙边那个插座就能用。服务员指着墙角说。微微松了口气，赶紧给手机接上电源。他点了一杯茉莉花茶。当服务员端上盖碗茶时，隔壁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爷爷笑着开口了：小姑娘，第一次来这种老茶馆吧？是的，爷爷，我迷路了，正好进来充电，顺便问问路。微微不好意思地回答：缘分嘛。老爷爷爽朗地笑道：我姓李，退休的语文老师。你运气真好，下午2点的变脸表演就要开始了，这可是我们川剧的绝活。正说着，茶馆中间的小舞台上，音乐响起来了，是一种传统的中国音乐，有鼓和二胡的声音。一个人穿着很漂亮的五颜六色的衣服走上台，脸上戴着面具。他开始跳舞，动作很快。突然，他一转身，一挥手，他脸上的面具变了，从红色的变成了蓝色的。微微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那个人又一挥手，脸又从蓝色变成了绿色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微微小声问。这是川剧的变脸。李爷爷也小声说，秘密，不能说的。他眼睛笑着。舞台上的人继续变脸，速度非常快，有时候是面具，有时候是他的真脸。观众们大声叫好，鼓掌。微微也一起鼓掌。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表演。表演结束了，变脸演员鞠躬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太厉害了！微微对李爷爷说：是啊，这是四川的文化宝贝。李爷爷喝了一口茶，
慢慢喝茶，慢慢看表演。这就是成都的生活。用我们的话说，叫巴适。巴适意思就是舒服、好、开心，一切都很好。李爷爷解释，微微喝着他的茉莉花茶，看着茶馆里的人们，大家都不着急，慢慢地喝茶，慢慢地聊天，笑着看表演。他不再为他迷路而着急了。也许迷路是最好的方式，才能找到这样好的地方。表演结束后，微微的手机也已充入了不少电量。他谢过李爷爷，打开了地图。你看，从这儿穿过去，走到大路上就好认了。李爷爷热心地指着方向，在成都呀，有时候迷路也能遇到好风景。谢谢李爷爷，今天的表演和茶就是最棒的风景。微微真诚地说。走回熟悉的老街时，他已不再是最初那个紧张的游客。他学会了2个新词：盖碗茶和巴适。他发现，接纳意外，慢下脚步，反而能遇见计划之外的精彩。